31岁，来自湖南发货员。女嘉宾小谭29岁，同样来自湖南，是一位全职太太。来，有请。现在是2个娃的妈是吧？是的。大娃多大呀？大的有5岁半了，小的1岁半。大娃男娃女娃呀？大娃是女娃，小宝是男孩。哇，厉害呀！啊，好啊，得意吧？哼。别人都比较羡慕我们的家庭。哦、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对我还是挺好的。哦。但是结婚以后，就是生了小宝以后，他天天就不着家，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牌，竟然还动手打我。我现在越来越不想跟他过下去了。哦，怎么回事啊？我先解释一下啊。哦。我那天不是打你啊，因为是那天我在上班的时候有一点点不愉快。就喝了点酒回去，我就推了他一下，轻轻的推一下。哎呀，你喝完酒以后还能控制住轻和重啊？你那还是叫推我吗？平时你问我要钱，我都是给你了，但是那一次我没给你，我只说了2句，我说要你出去少带一点牌，我一个人在家带小孩比较辛苦，你就马上就打我。到底是打吗？还是打我？我家2个小孩都哭，他都不顾，拿着钱就走。我说了。我那天真的没有打你，就推了你一下。他说打，你说推，我们都没看见，这个事实先放在这儿。孩子哭没哭？孩子因为那天没有在家。哦，孩子也不在家。对。孩子在家。哇，你们俩讲的这个好难判断啊。孩子那天在家里哭。哦。孩子在没在家？他拿着钱，后面来的。拿着钱就出去了。他是后面来的。什么叫后面来的？因为是奶奶抱过来的。哦，发生了冲突，奶奶抱过来了。对。孩子抱过来了，哭没哭？当时还是哭了。那有没有吵完架之后就拿钱走，又去打牌呢？没有。走还是没走啊？拿着钱就出去了。你看看，一人一个版本，去没去啊？去了。就是你说谎了是吧？你敢做敢当嘛？哎呀，对啊，你敢做敢当嘛，对不对？到这里就不敢讲了是吧？好，接着我问，孩子也哭了，也跟老婆动手了，怎么还会拿着钱去打牌呢？没有，就是跟自己的同事偶尔去打一下。你看，钱都是我赚的，我一个人在外面赚钱也挺辛苦的。对不对？孩子谁生的呀？孩子也是你生的。我老婆。孩子谁带的呀？我老婆。对呀，他一直是这样吗？因为老大不都5岁半了吗？没有，刚开始的时候对我还是挺好，就是自从生了我家小宝之后，他就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哦。我不给钱给他，他都打我。为什么呀？因为他整天在家里就是跟个怨妇一样的，在孩子面前根本就没给我点尊严，根本在家里待不下去。那你想过没有，我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以前说你吗？是你现在老是出去打牌，拿着钱就出去输。就是生了老2之后是这样的，是吧？之前对我还是挺好的。他除了打牌还干什么？除了打牌没有其他的，就是脾气不怎么样。他出去打牌就算了，主要就是他连家里都不顾，成天就是下完班就在家里躺一下，什么家务都不做。他认为他赚了钱回来，他就是最大的。最可恨的一次就是我因为2个小孩喜欢吃那个素菜嘛，我就没做那个荤菜，他回来把筷子一撂，把桌子都翻了，他说他不吃，2个小孩子都没吃饭，他都不管。那怎么了嘛？我每天在外面累得要死，回来想吃个可口的饭菜又怎么了？那问题是只有1次2次啊，1次2次你吃个蔬菜都不行吗？难道你这也要发脾气吗？哎，宝宝他带吗？他管吗？不管，我家宝宝发烧嘛，他出去了，我打了他20几通电话，根本就找不到他的人。当时我一个人在家里带着2个小孩，大宝又吵，小宝就在我怀里就哭个不停，又一直在发烧。我当时就是想这怎么办啊？晚上已经凌晨了，他发烧越来越厉害了。都凌晨了？对。凌晨你不回家，你干嘛去了？在跟同事打麻将。你不是累吗？你怎么还打麻将嘞？我想起这些事情，就是他平时他出去玩就归玩，至少对家庭对小孩子要有个照顾嘛。你看连小孩子发高烧，后来都已经肺炎了，我一个人带着小孩子到医院去，我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哎呀，爸爸都没在旁边。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呀？
打牌的时候把那个手机啊放在那个抽屉里面了，就没听见。哦。后来才看到的，我也到医院里去了啊，也照顾了小孩。哎呀，你不该照顾是吧？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全职的？我从跟他结婚以后，他那时候他因为我结婚的前他就跟我说，他负责出去赚钱，我在家里带小孩。我就说那也好。那时候我朋友就跟我讲，他说你在家里做全职太太，你以后老公绝对会嫌弃你，说你没赚到钱。确确实实好多事情，就他现在专门喜欢打牌以后，就像我买条项链嘛，我买条项链，他也说我那花钱。他出去赚钱了，他就不知道我在家里一个人带小孩子的辛苦。买个项链你也说呀？我跟他结婚7年了，什么礼物都没买过我，而且他出去打牌，他输掉的钱可以够我买20根项链了。那又怎么样？我什么东西都给你了，银行卡、工资卡，什么都给你。这个都是结婚之前说好的，你说好的我管，我在家里担家呀。家里是你管账。是啊。听明白了。这样吧，让他出去工作好不好？行啊。孩子谁带？孩子妈带。你妈带？你说话就是很轻描淡写的。以后小孩子的教育很难的，知道吗？跟在爷爷奶奶身边教惯了怎么办？你们现在是自己单独生活还是跟他父母？自己单独生活。哦。所以每次等于2个孩子都是你自己带的？都是我自己带。厉害呀！他什么都不管。他什么事都不管，家务什么事，他只负责赚的那几个凑钱。你们家这大爷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方便说吗？6、7千块钱吧。6、7千块钱一个月？就敢这么嚣张？他打麻将一般打多大的呀？他每次要就是1、2千、1、2千的要，下次他出去打牌的时候，他又问我要。你说我一个在家里2个小孩子，还要买尿片，还要买牛奶，我大宝还要上幼儿园，一个月的开销也不小，不可能钱都全给他去打牌吧？钱呢？钱都给我老婆了。打麻将的钱呢？输了。再问你，老二一个月用多少钱？你知道吗？大概是个3、4千块钱左右吧。啊？3、4千块钱。3、4千。老大用多少钱呀？我大的不怎么用钱，就交个读幼儿园的钱啊，还有。多少钱啊？多少钱啊？1000吧，2000块钱吧。啊？1000。这5000块钱就没了。你们俩吃饭要花多少钱？这一家人？我知道不够，但是我会。你知道不够你还打麻将？你知道不够给你弄个素菜你还掀桌子？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在家里一清早起来，我要送大宝去幼儿园，还要弄小宝。他周末的时候他不在家吗？周6日的时候。他周6日休息，就平时有时候出去玩去了嘛。你周6日为什么也不带孩子呢？因为孩子不掂我啊。为什么不搭理你呢？因为他在家里跟他怨愤，站在我孩子面前都指着我啊。哦，你孩子都不搭理你？都不搭理我。他为什么不来搭理你？是你因为你平时根本就对他没有关心，不怎么带他。他回家抱着我的小宝，我的小宝就把他掀开，根本就不要他抱。啊，但他有一点也不好啊。他老是充气，一充气就是回娘家，还每次我去接。你还好意思说我充气回娘家？我回娘家是什么？不是你惹的我吗？回去至少我妈妈可以跟我搭把手吧。我在家里就全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做，一个人弄。那还是不好不？我们2个人之间是2个人解决就可以了。问题是你每次对我爸妈你都没有好脸色，他说我爸妈没有教育好，说我每次都冲回家。他就这么说啊？对啊，我为什么会冲回家？他根本就不会从中找原因，每次就只知道责怪我。但是他也要能冷漠一点嘛，对不对？忍你什么呢？你觉得？有时候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就，没面子。对，给点面子嘛。一个大男人的口袋里没钱的话，出去也不好。你一个月你算过你要用多少钱吗？1000块钱。哦，那倒是不多。1000块钱，你讲句实话好不好？你说实话。你在家里不是跟我吵得蛮好的吗？到这里就支支吾吾的吗？就是他在家里特厉害是吧？对，他脾气又不好。我不给钱给他，他就凶我打我。你说这日子我怎么过得下去？不，你有没有夸张？真没夸张。你经常打人家吗？不打，只推。不打只推是吧？就你承认你经常推他是吧？平常我怎么会推他？她是我老婆，对不对？
家里钱你管对吧？对。一个月他要花多少钱？一个月他如果打牌的话，3000块钱是够他一个人花销。但是以前我没生小宝之前，他一个月1000块钱都顶得过。为什么生了老二之后他有变化了？你们俩商量过、讨论过吗？他总是说他压力大，说我不理解他。当时要二宝的时候是谁想要？他要我生的，他说你生吧，反正家里只有一个女孩子，独生家庭的孩子长大了怕很孤僻，他就说你还生一个，倒是有个伴是吧？我一个人照顾你们绝对会照顾得好。我算来算去哈，就是以他这个收入，你们家这个生活好像钱不够使啊。确实钱不够使，所以才。是有老人补贴吗？没有，就是靠他一个月的工资。那你这钱不够啊！是你想他要3000，大宝上学至少1000多嘛，你还有二宝呢。是啊，所以我就省吃俭用，想起紧巴紧用，我吃个蔬菜他也说，我说要他少出去打点牌，他对我发脾气。你知道家里这个情况吗？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只知道他一个月赚了这么多钱给你，他不知道一个月开销有多大。哎，什么时候喜欢上打麻将的？就是生了二宝以后，他天天在家里唠叨我、念我，我也没办法，就出去和几个朋友一起打打麻将、聊聊天。为什么打麻将老是他们赢？你想过吗？我又不是经常输了。啊，你也赢？啊，赢的钱去哪儿了？吃喝玩乐了。你看，这才说了实话吧？吃喝玩乐多潇洒是吧？以后不会了。曾经幸福的一个家庭，因为老二的到来，夫妻双方都感觉生活有了新的压力，这大概是一个幸福的烦恼，但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相处了。老师们有办法吗？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曲总，哎，你老婆生完老二之后，你有压力吗？有二宝？压力有。你看，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一个男人结婚之后，他至少啊多了3件职能。第一个，丈夫；第二个，父亲；第三个，女婿。哪样你做好了？要二娃，如果说是女孩执意要求的，你不同意，这好像还有点就是你找个理由。但要了之后呢？你成了3娃了，还得养着你了，压力我们谁都有，对吗？关键是说面对的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是非常重要的。你是一个逃避的态度。家庭在有了2娃之后，更需要经济来源的时候，你反而开始挥霍了，养成了非常不好的恶习，完全就是在逃避。你不想参与家庭当中这些所面临的这些细节的繁琐的一些困难，都扔给了老婆。仅仅的6000块钱的收入，各样的支出你还在要，你还像一个男人吗？丈夫给了家用就行了吗？心在这儿吗？没有，还要打老婆，不合格吧？作为父亲，你刚才说的孩子都不理你，1岁多的孩子虽然不懂事儿，但是父亲抱、妈妈抱，自己的在周围接触的多的那些亲人抱，他都是会让的。为什么你抱不行？可见你在家里是一个什么角色？这家里见过你吗？就是旅馆回来睡觉的吗？女婿就更别说了，你根本就对这个女人就不爱的话，你怎么能尊重她的父母呢？所以哪样你合格？连个基本男人的责任都没有，还要打老婆，我就不明白，女孩你为什么就这样了，你还对她有幻想？不要这么再退让了，过度的这种所谓的包容就是纵容。他现在之所以敢这样，就是因为你的不作为，你的没有原则。是。现在是3000，可能将来就是4000管你要了。就是最开始一而再再而三的包容，刚开始要钱我都给他。所以，如果他还想过，钱交，不给他钱，让他戒掉这个坏习惯。下班之后回家，如果尽不到这几点的行为的话，请他出门，或者带着孩子走，你就过得比现在好，找一份工作，好吗？你听见了吗？我会改的，以后。你怎么改啊？
那个打牌耍钱的事儿还做吗？不做。他如果做，立马带孩子走，就这样。谢谢老师。这位先生，我真的没法理解你。一个男人，你收入的一半用于了吃喝玩乐，你居然还可以堂而皇之的说出来。你应该做的是，孩子老婆吃最好的，用最棒的，你可以少吃一顿。你觉得他没有工作，没有赚钱，只有你在扛压力，他一个人带孩子，他牺牲掉了他所有未来的可能。你自己想，你有同事，你不爽了可以去打牌，他找谁？他除了一个人哭，你回来了跟你叨叨几句，还能做什么？看看你身旁，你眼前的这位女士，她曾经也是一位妙龄的少女，有着美丽，有着梦幻，像公主一般。今天恐怕她已经若干年没有蹬起这双高跟鞋吧。你在做什么？你一共收入6000块钱，3000块钱吃喝玩乐，哥们儿，你在做什么呀？你可以争吵，你们可以拌嘴，你可以渴望你的妻子对你多一些关爱，但能不能首先你先给她一些理解？男人要面子，女人也要呵护。我想说说太太哈，你的生活不应该是被我们同情的，应该是祝福。是的。你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你照顾着2个孩子，你已经为他凑了一个好。但是其实你看看你自己，你真的可以不要他吗？你还是渴望他回归到之前的样子，渴望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即便你真的可以不要他，孩子真的可以吗？同样我想说，先生，你可以去消遣，你可以去玩，但在你玩的同时，你能不能安慰一下你的妻子？你能不能告诉你的兄弟，我有一个特别棒的老婆，不仅给我生了2个孩子，而且把我的家照顾得井井有条。你要庆幸你有这样的妻子，居然还打他。你的拳头不是向你的家人的，你应该郑重地向你的妻子道歉，改掉你赌钱的习惯。你的家庭需要你，需要的是你的肩膀，不是你的拳头。我特别讨厌拿压力来说事儿。谁没有压力呢？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谁要混口饭吃都有压力。况且有压力应该会有努力啊，你的努力在哪儿？你这6000块钱1个月拿了多久了嘛？你的努力在哪儿呢？你口口声声说有压力，为什么所有的压力全都化解成了在牌桌上的动力呢？你应该每天愁眉苦脸、冥思苦想，多挣点钱呢。你为什么没有这方面的努力呢？所以其实不是压力使然吧，是因为不想承担责任，对吧？扔2个钱就完了，剩下的你照着，我该出去潇洒我出去潇洒，是吧？另外我还想问一点，一个人的朋友圈子决定一个人的生活质量。你说你那些牌搭子跟你在一块儿打牌，明明知道你有2个孩子，还让你天天输钱，每个月输3000，你那都是些什么朋友啊？其实我听到你们的故事，我特别害怕。这个家几乎是风雨飘摇的。就他现在发展的成了这个状况，按道理来说，有了2个孩子，责任心应该更大，他还出去打牌，所以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都是你惯的呀。在我认为，你应该让他尝试尝试带2个孩子是什么味道，让他感受感受每天2个孩子围绕在身边，到底是工作累还是带孩子累。而且坦率的来说，如果他在你家里是那么教训你父亲，说你怎么教出这么个女儿，动不动就回娘家的话，那你太没尊严了。你给哪儿给借你的胆子敢这样教训岳父啊？你还反了天了去了。我告诉你，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很简单嘛，再找个男人嫁吧，然后让那2个孩子全部都跟别人姓，管别人叫爸爸，好不好啊？不好。不好，你反正你也没有当爹的呀，你除了扔了几个钱，你哪里当了爹呢？他如果再找个男人，那个男人也扔钱在家里呀，而且还给他们爱呀，为什么要管你叫爸爸吗？你配得上配不上爸爸2个字？啊？到那个时候，我看你的脸往哪儿搁。
我觉得像这样一个男人，可以管理，但一定要用一个非常严苛的方式。首先，在财政大权上，一定要慎入简出，知道吗？别给那么多钱给他。其次，如果他下次再犯，带着孩子回娘家，别搭理他，让他一个人家在家里吃残羹冷饭，一定要严肃处理。你否则的话，你再这样下去的话，这个家庭真是经不起任何的波动。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无论这个家伙有多糟糕，在孩子面前不要把他说得太糟糕，依然要跟孩子说，父亲是为了这个家在外面忙，你帮他遮丑，这必须得遮，否则的话太影响孩子。如果能够自己找份工作，当然更好，不能受制于他。就这样。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小玩小玩就变成大玩了，沾赌你就完蛋了，这种恶习绝对不能惯，是不是要改啊？改，确实要改哈。改。以后每周的周六由你带2个孩子，你回娘家看一下爸妈，不许找奶奶，做得到吗？行，做得到。每周周六带孩子，带1天孩子连做饭，给他100块钱的工资。你看看你给他那6000多块钱值不值？1年365天给你带2个孩子，还给你做饭。如果你想让你的妻子做全职太太的话，请你一定要尊重他们，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电视机前的女性朋友，如果一个男人要求你去做全职太太的话，你要考虑清楚，就是一定考虑清楚这个人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是认识到一定高度了。就像这样的，千万别啊，那就意味着你什么都失去了，还不如踏踏实实工作呢。错没错？错了。来，先对着镜头跟岳父岳母道歉。说那话说的，赶紧着，道完歉才是你们俩的事儿。岳父，对不起，我以后保证对你的女儿不动手。请岳父原谅我，也请我的老婆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了，掌握主动权，好好管理，借着这个机会，把这个半死不活的老公给他整活了，好吗？好的。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老婆，对不起，我以后保证家务我也给你分担一点。以后不去打牌了，跟我那些朋友尽量少联系，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重新这个家庭，我们2个人有一对可爱的小宝。我跟你结婚7年了，7年来你对我关心过吗？根本就没有责任心。你每次我们吵架的时候就当着2个孩子面吵，你觉得对他们有影响吗？可是这样子下去，你觉得我还好，我还能跟你好好过下去吗？我现在都不知道我现在要怎么跟你过下去。唉，请回吧2位，谢谢，请回。来，请关门。一对结婚7年的夫妻，因为第2个孩子的到来，丈夫感到了生活的压力，于是家庭的生活好像出现了很多的变化。我认同压力只是一种借口，这大概应了那句老话吧，7年之痒，这是他们一个痒点。今天3位老师帮他们挠吃过了，不知道挠的效果怎么样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下载使用天天圈，提出情感问题，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并且有机会在爱宝中得到图磊1对1的指导。欢迎大家登录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网、PPTV、距离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现在，请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观看本期的内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俩自己的选择是什么。我去你的！为了孩子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希望你改，能改吗？想。来，过来吧。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拿戒指，我们来见证一个丈夫怎么请求妻子的谅解吧。各位，请见证。老婆，我错了，给我次机会，让我永远的爱你。哦，好好抱吧，抱吧，抱吧，抱吧。哎呦，哎呦，老婆高兴的哟。好了，好了，好了，娃看着呢，请亮灯啊！药宝石伊贝诗啊，这个送给你夫人。好好对她，好吗？真的不容易。谢谢。回家好好过日子，多承担一点，知道你压力大，好吗？少点絮叨。7年之痒，今天给你们挠过之后，希望你们不再痒，好吗？好的。谢谢你们，请回。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老师。谢谢，请回。